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望月俊孝先生所著的《消除浪费，一切顺利的真正时间管理术》这本书。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第一，人生短暂改变就在当下。通过每天10分钟的神时间，您的人生将会发生巨大的改变。第二，消除一切浪费，事事顺利的魔法时间管理术。接下来，我将逐步为大家解析这些内容。首先是第一部分，通过每天10分钟的神时间，您的人生将会发生巨大的改变。或许正在阅读或聆听的您，会有以下想法：不想浪费自己宝贵的人生时间，对自己的梦想和目标感到模糊，想守护家庭、朋友或社区中重要的人，希望既能收获幸福，又能取得成功。即使到了花甲之年，依然想追求自己的潜力。如果你也有类似的想法，非常推荐您通过本书重新审视自己的时间使用方式。本书是一本为所有希望更高效利用时间的人所撰写的实用指南。通过阅读，您不仅会掌握更高效的时间管理技巧，还能大幅提升自己的人生质量。更重要的是，这本书将帮助您回答活着的意义是什么这一人生的终极问题。哲学家塞涅卡曾说过，没有目标的人生只是时间的浪费。盲目追求速度，只会让您离目标越来越远。本书的诞生，深受作者过去人生经历的影响。30年前，望月先生的人生陷入深渊。他因鲁莽创业和失败的房地产投资，背负了高达6000万日元的债务。为了还债，他重新成为上班族，从早到晚拼命工作，身心俱疲。然而，尽管如此，债务仍然无力偿还，他只能不断自我说服，这就是人生。就在这时，结婚4年的妻子怀上了孩子。然而，幸福并未持续太久，妻子被诊断为妊娠并发症。儿子出生后即被送入重症监护室，他们每天只能探望儿子1个小时。这1小时的珍贵让望月先生意识到妻子妊娠并发症的根本原因是自己给予的过度压力，这让他开始反思自己究竟为何而活。最终，他从内心深处涌现出一句话：无法珍惜重要事物的人生必须结束。背负着6000万日元的债务，还要照顾刚出生的孩子，这样的境遇似乎绝望至极。然而，望月先生却说，他并未因此感到沮丧，原因很简单，因为他已经下定决心要坚持珍视真正重要的事物。在第2次创业时，他以为家人和顾客提供产品为目标。从做出这个选择的那一刻起，他感受到了难以置信的能量与激情。他回忆道，无论工作中遭到多少次拒绝，他依然能够不断向前迈进。令人惊讶的是，仅仅1年时间，他就还清了6000万日元的债务。在接下来的30年里，他始终坚持自己的选择，业务每年都稳步增长。而当年早产的儿子，如今健康成长，并接管了望月先生的公司。您的人生中，真正重要的是什么呢？如果你已经找到了答案，请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那些重要的事物上。人生的时间非常有限，而如何利用这宝贵的短暂时间，将决定您的未来是否会发生巨大的改变。那么，您是否已经感受到要更加珍惜时间，或是更加明确自己珍视的事情呢？接下来，我们将具体介绍一些可以从今天开始实践的、极具实用性且丰富了许多人生活的突破性时间管理技巧。希望您能从中挑选一些融入日常生活。首先要介绍的是深受众多人喜爱的一项时间管理方法——艾维利法则。大家听说过这种方法吗？它堪称时间管理的经典之作，只需10分钟，就能极大地改变人生。这种方法能让您每天的待办事项变得异常清晰，同时摆脱被任务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感觉。具体做法是，每天晚上列出第2天需要完成的6项任务，并按照优先级对它们进行排序。第2天只需按顺序逐项完成这些任务，直到前1项任务完成之前。接下来介绍第1个改变许多人生活的突破性时间管理技巧：将时间集中在最重要的目标上。
如果某些任务未能完成，则将它们加入第二天的清单，并重新审视优先级。这种方法简单易行，却能帮助您将时间投入到真正重要的事物上。举个例子，假设 A 先生希望改善健康，但因为日常繁忙，他既想注意饮食、运动、睡眠和冥想，却不知从何入手，结果每件事都半途而废。当他采用艾维利法则后，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有一天晚上，他列出了第二天计划完成的健康任务。第一位，制作富含蔬菜的早餐奶昔；第二位，午休期间进行15分钟的步行；第三位，睡前进行10分钟的伸展运动；第四位，为手机设置蓝光过滤器以减轻眼睛疲劳；第五位，在工作间隙2次进行3分钟的深呼吸；第六位，晚餐后避免摄入咖啡因。第二天 A 先生按照优先顺序开始了自己的健康任务。他专注于第一项，制作早餐奶昔。由于前一天晚上就已准备好材料，早晨可以毫不犹豫地开始制作。喝下奶昔后，他感到充满能量，从早晨开始就以积极的状态投入到接下来的任务中。接着他执行了第二项任务，午休期间进行15分钟步行。他将以往用来边吃饭边玩手机的时间，改为在室外轻松散步。在呼吸新鲜空气并活动身体后，他感到下午的工作集中力明显提升。晚上他完成了第三项任务，进行10分钟的伸展运动。结束时，他全身的紧张感被舒缓下来，能够以放松的状态入睡。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例子。通过将艾维利法则应用于健康习惯， A 先生能够轻松完成多个任务，并且稳步向前。他过去曾尝试同时开始所有想做的事，最终却因为难以坚持而失败。但现在，通过设定优先顺序并逐一集中完成，他实现了健康方面的具体成果。此外，这个方法不仅仅适用于健康管理，也可以运用于工作、生活以及人生的其他目标。因此，强烈推荐大家尝试这种方法。接下来介绍第二个改变许多人生活的突破性时间管理技巧：彻底观察他人的时间使用方式。或许有人会认为，时间的使用因人而异，没有必要学习别人的方法。然而事实恰恰相反，仔细观察并学习他人的时间管理技巧，往往是找到最适合自己方式的捷径。这种方法背后有着明确的理论依据。通过模仿和学习他人高效的时间管理技巧，您可以从中获得启发，优化自己的时间使用方式，从而让生活更加充实。接下来介绍第三个改变许多人生活的突破性时间管理技巧，是击退最耗费您时间的事情，找到那些占用您大量时间却并不必要的活动，并将其剔除，这将显著提升您的时间效率和生活质量。要想高效利用时间，将注意力集中在自己人生中重要的事情上。首先必须明确是什么在夺走您的时间。一旦明确了那些浪费时间的因素，通过消除它们，您就能为自己争取到更多的时间。那么是什么在消耗您的时间呢？我们通常认为没有时间是因为外部原因，比如突如其来的工作任务、临时的邀约，或者沉浸在手机或电视上的海量内容中。然而作者指出，实际上夺走我们时间的最大原因并不在外部，而是源于我们内心的不安。这种情绪是时间管理中最大的障碍。当不安出现时，我们的大脑无法正常运作。例如，因不安而分心时，我们难以专注于当前的任务，即使在看喜欢的电影或书籍时，也无法真正吸收内容。这种现象相信许多人都曾经历过吧。此外，不安还会削弱我们大脑的工作记忆能力，也就是短期处理信息的能力。根据埃默里大学的研究，当人感到不安时，大脑的工作区域会减少超过16%，导致逻辑思考能力和解决问题的效率显著下降。不仅如此，当被不安支配时，我们的注意力会不自觉地被煽动恐慌的新闻或灾难性的想法所吸引，形成恶性循环。结果就是时间白白浪费，任务毫无进展，留下的只是深深的自我厌恶。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时间管理技巧都无法发挥作用。因此，真正时间管理的第一步，就是消除内心的不安。如果您总是处于不安状态，思维空间会被这种情绪占据，这样真的可以吗？万一发生了某种意外，该怎么办？类似的想法会在不经意间分散您的注意力，让您完全无法专注于眼前的事情。如何缓解不安？当然，如果您的不安来源于金钱问题，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赚到更多钱。然而，金钱并不能立刻到手，还有许多不安并非可以立刻解决。在这种情况下，了解一个事实会帮助您减轻不安，大多数不安并不会成为现实。2020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学生们在10天内写下的各种不安中，有91%以上实际上并未发生，而在确实发生的不安中，有超过30%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研究还发现，定期回顾不安的学生，考试焦虑显著减轻，专注力提高，成绩也随之提升。这说明正视并控制不安能够改变我们的行动和结果。基于这一研究，提出了一种方法——忧虑时间法。这是一个高效整理和缓解不安的工具。通过这种方法，您可以更好地面对自己的不安，从而重新掌控时间，集中精力在重要的事情上。具体来说，可以尝试每天用9分钟时间，将所有的不安彻底写在纸上。无论是多么细小的担忧，例如如果工作失败怎么办，或者别人可能会对我有不好的看法，都可以记录下来。接着每天用4分钟回顾这些不安，确认它们是否成为了现实。如果真的发生了，也可以思考这是否比预期更严重。通过持续进行这样的练习，人们会逐渐意识到，大部分的不安实际上并不会成为现实。慢慢的，你会开始觉得不安其实没那么可怕，并能够用轻松的心态对待它们。当不安再次浮现时，也能淡然地接受，只是又冒出了一点不安而已。接下来介绍第4个改变许多人生活的突破性时间管理技巧，是严格筛选进入视野的信息。科学也逐渐揭示了其背后的机制。这个关键点就在于视觉信息。人类每天超过90%的决策依赖于视觉信息。例如，匹兹堡大学曾进行过一项有趣的实验，研究者向参与者展示了4位女性的照片，并问谁最让人感到好感。结果票数集中到了其中一位女性身上。然而，这位女性从未与班上的任何人交谈过，只是一直坐在课堂的最前排，即便她的脸并不清晰可见，但其他同学却无意识地觉得她更亲切。这一实验说明了什么呢？人类天生有一种倾向，即对反复出现的事物会逐渐形成好感。您可能曾对某位 YouTuber 产生过"这人是谁啊"的反感，但随着反复观看，会逐渐觉得看这人视频还挺安心，甚至开始喜欢他。这种心理现象表明，如果你有意识地改变经常看到的事物，就可以影响自己的选择和行为，从而改变未来。因此，如果你有想实现的梦想，不妨从改变周围的环境开始，无需巨大改变，仅仅是调整经常看到的事物，就能让您的人生朝着理想的方向迈出第一步。这个方法简单到令人难以置信，但它确实是改变命运的有力工具。想要改变，就从改变所见开始。接下来是第2部分，消除一切浪费，事事顺利的魔法时间管理术。首先要介绍的第一个魔法时间管理技巧，是在犹豫时从花费时间的价值出发思考问题。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我想做某件事，但是因为没钱，所以做不了。但真的是缺钱吗？或许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时间的使用方式。加州大学有一项有趣的研究，研究人员向193名参与者呼吁参与慈善活动或捐款，但采用了2种不同的招募方式。对第一组，先询问他们是否愿意花时间参与，再提到捐款的问题。对第2组，则反过来，先问他们是否愿意捐款，然后再谈时间的投入。结果显示，第一组不仅捐款金额更高，参与率也显著高于第2组。
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人在思考时间和金钱时的判断标准完全不同。当我们考虑时间时，往往以感情上的幸福感作为标准，我们会无意识地想象自己在使用这些时间时的场景，并判断这是否让自己感到快乐。而在思考金钱时，则会以成本效益为导向。如果认为这件事不划算，参与的意愿就会下降。这种思维方式可以应用到我们生活中的各种选择中。当你想尝试一件新事物，却因为不安或觉得门槛过高而犹豫时，首先问问自己花费这些时间是否有价值，并清晰地想象花费这些时间后自己是否会感到幸福。如果答案是，那么毫不犹豫地去尝试吧。金钱的问题可以之后再考虑。很多时候，当你深入了解后，会发现实际上花费比想象中少，甚至通过一些巧妙的方法可以节省开支。如果最终预算确实超出了预期，也可以思考如何补足这些资金。事实上，当您开始尝试新事物时，往往会发现与之相关的新收入机会。这种思维方式与歌德的一句名言相通：失去财富可以再赚，失去名誉可以挽回，但失去勇气就失去了一切。因为金钱而放弃想做的事情，无异于失去勇气。相反，如果您鼓起勇气迈出第一步，新的可能性就会接踵而至。因此，当你犹豫不决时，请首先从时间的价值来思考，这才是做出幸福选择的真正标准。金钱的问题可以放在第二位，只要勇敢行动，前方一定会有新的解决方案和机会等待着您。接下来，第二个魔法时间管理术，利用期限的力量进入高效状态。期限或截止日期听起来可能令人感到压力，但事实上，正是因为有了期限，人们才能更容易集中注意力，高效完成任务。通过巧妙地利用截止日期，我们可以进入一种称为心流的高度集中状态。这种状态是一种特别的意识状态，感官敏锐，可以全神贯注于眼前的活动。截止日期的效用与注意点。截止日期之所以有效，部分原因在于时间有限时，我们的优先事项会变得更加明确，从而减少无谓的行动。然而，使用截止日期时需要注意两个现象。最后，期限效应。人们常常有拖延的倾向，直到截止日期临近才开始行动。为了克服这些问题并有效利用截止日期，关键在于设置中间期限。这是指在最终截止日期之前，设立几个小的阶段性截止日期，用以检查进度。一项研究发现，大学生在完成论文时，那些被分阶段设置了每4周一次截止日期的学生，比那些只有最终截止日期的学生提交率更高，并且作业质量也更好。进一步提高中间期限效果的方法，引入他人的协助，让他人参与检查进度或提供反馈。例如，在正式活动之前，邀请家人或朋友参与彩排并收集意见。他人的参与会增强我们的责任感，从而激发更高的专注力。通过将截止日期视为支持我们的工具，而非令人恐惧的压力来源，我们可以逐步积累小的成功经验，提升执行力和专注力，最终更容易实现目标。合理运用截止日期会显著提高生产力，因此不妨尝试设定中间期限吧。第三个魔法时间管理术，把想戒掉的时间放到另一个房间。在保护我们宝贵时间的过程中，有一项需要特别关注的事情，那就是重新审视我们与手机的关系。手机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其同时也因过度使用而引发健康和时间管理问题。例如，健康影响，手机依赖可能导致睡眠障碍、眼疲劳，甚至引发社交焦虑等心理问题。时间浪费，过度使用手机会侵占人生中宝贵的时间，造成机会成本的损失。手机的特别之处在于，即便没有通知，我们也常常会下意识地检查屏幕。这种手机恐惧症，意为无法摆脱手机的恐惧，尤其对孩子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例如，因过度使用手机而导致的厌学。有趣的是，
许多科技行业的先驱者对其孩子的手机使用都非常严格。例如，苹果公司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从未让他的孩子使用 iPad， 这表明即便是发明这些产品的人，也意识到其中的潜在危害。比尔·盖茨据说在孩子14岁之前禁止他们使用智能手机，这一事实也进一步表明，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与手机之间的关系。如何减少手机依赖？一种有效的方法是采用微界限的策略，即通过人为设置障碍，降低自己触碰手机的可能性。例如，选择低速数据套餐，限制网络使用的速度，从而减少无意义的上网时间；设置复杂的解锁密码，让解锁手机变得更麻烦，以此降低打开手机的频率；将手机放在另一个房间，特别是在需要集中注意力时。这是一种简单但非常有效的方法。这种方式可以显著减少下意识触碰手机的行为，从而帮助恢复内心的平静和专注力。手机依赖的根本原因，可以发现它与人类心理的3大需求息息相关。关系需求，渴望与他人建立联系；成就感，希望通过完成某些事情感受到自我价值；自主性，希望掌控自己的决定和生活。如果这些需求能够通过其他方式满足，对手机的依赖自然会减少。例如，与朋友外出活动，帮助家人完成家务，参与手工制作等创意项目。这些现实生活中的互动和活动不仅能有效满足心理需求，还可以将注意力从手机转移出去。真实接触的力量，正如作者指出的，这种体验凸显了真实互动的巨大力量。健康利用手机的关键，手机本应是一种拓展我们时间和可能性的工具。为此，我们需要有意识地优化使用方式，保持适当的距离感，而非被手机牵着鼻子走。通过合理利用手机，我们能够收获更加充实而有意义的时间。接下来，我想介绍第4个魔法时间管理方法，将休息视为工作的一部分。如何安排一天以实现最佳表现？为了发挥最高水平的表现，精心规划一天的时间安排至关重要。心理学家安德斯·埃里克森的研究表明，顶尖的专业人士通常遵循以下日常循环：上午专注于练习或工作，下午进行放松与恢复，傍晚重新开始活动。在这些习惯中，休息尤为重要。出乎意料的是，顶尖人士更倾向于将规律休息作为一种习惯。为什么要避免长时间加班？美国国家睡眠基金会的研究发现，人类的集中力在起床后12到13小时内达到极限，超过这个时间后，集中力和判断力会急剧下降。类似酒后状态，例如，如果您早上6点起床，效率将在晚上7点左右大幅降低，到晚上9点后，几乎无法进行有效工作。因此，与其强迫自己熬夜，不如将任务留到第2天早上进行，这样可以显著提高生产力。为什么要优先在早晨工作？斯坦福大学的研究表明，集中力和判断力在早晨达到巅峰，随着时间推移，大脑能量逐渐消耗，晚间判断质量会明显下降。以色列假释委员会的数据也显示，即使条件相同，上午的假释通过率远高于下午，而到了傍晚，几乎接近0。这表明，早晨是处理重要任务和做出关键决策的最佳时段。将休息视为工作的一部分。神经学家亚当·加泽尔指出，持续进行复杂任务会导致前额叶功能衰退，认知疲劳逐渐累积，从而降低问题解决能力和工作效率。然而，哪怕是短时间的适当休息，都能帮助大脑恢复能量并重新集中注意力。一项研究显示，每90分钟休息一次的人，其一天的集中力比平均水平高30%。即使是不到10分钟的短暂休息，也可以有效减轻疲劳感并提升幸福感。休息的意义，因此不要将休息视为浪费时间，而是将其看作工作的一部分。在一天中加入适度的休息，不仅能够持续提高表现，还能让您度过更高效、更充实的日子。让我们从现在开始，合理规划休息时间，调整每日节奏，
创造更高效的生活方式吧。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